在上集里，三退一攻从当前疫情的严重形势引出刘伯温的就节碑文，早已警示人类将有灾难发生，行善修德才能平安度过。在这场瘟疫中，法轮功学员本着善心，把海外的真相带给中国的年轻大学生，希望他能在善恶间选择正确的方向，走向光明的未来。经过上集的长谈，年轻大学生的思维是否会有变化呢？让我们继续来听听他们的对话。你是年轻人，你应该知道2017年那个林飞扬。不是你怎么称呼啊？啊？你说什么？您贵姓啊？啊，我姓曾，我姓曾，曾国藩的曾。曾国藩的曾。对。那我就告诉你啊，那个您今年多大？你一定要退出来，跟这个没关系。我已经是老太太。不是，我想问一下，你今年多大？我已经是老太太了，老太太听着不像啊，感觉不像，但实际上我跟你讲哈，我以前就是年轻的时候，就是身体特别多的病嘛，而且呢，就是声音是非常浑浊的，但是不知道一练功到了老太太，反而声音变了，平常更加清亮，不知道今天还稍微没那么清亮，就是说。我就希望您就是说退出来。好，你知道林飞扬那个一类大学的大学生，他的父亲老打电话他不接嘛，然后他父亲就到学校去找他，然后好心人就给他看了录像，某年某月他的那个儿子从学校大门出去，那主干道上那摄像头太多了，2017年中共有2亿只摄像头，2020到今年是6亿只啊，一个摄像头可以盯2个中国人，你知道吗？就是他这个是高科技。就是有这个步态识别功能、人脸识别功能和声音识别功能。不管你什么时候，你只要照编输进去，基本的数据输进去，马上就能找到他下一步去哪。所以你说那个德国人钱包丢了，马上能找到；日本人自行车丢了，马上能找到。高科技设备嘛。可是他的父母跪下来磕头都不给找，说是国家机密。结果呢，也不立案。你说中国人的儿子丢了，为什么不立案？不立案以后呢，结果呢就是后来他父亲一找，发现有30多个大学生和他是同样的这个遭遇，然后记者非常可怜他们，就写了一篇报道，然后政府马上就把这个报道撤了，然后政府公开辟谣，然后把这个记者给抓起来。那个黎飞扬的父亲为了找儿子，就把车上贴上电话嘛，求所有的人帮他找儿子，所以很多国外的大媒体就过来采访，我们是亲耳听到了林飞扬父亲的叙述，他儿子没找到，还想办法救记者，非常可怜，我们听了全哭了。而且你知道吗？就是这个去年6月17日，就人民法庭对中共作出终审判决，裁定中共反人类罪、群体灭绝罪、杀人罪。为什么大面积的活摘器官，并且公布了大量的证据？我就说其中一个，那个国际调查员就装成那个病人的家属，就打给那个北京的那个军队的大医院有名的医生，非常有名的医生，我不想点他的名。然后呢？就说我们要健康的好肾，他说如果你不害怕，我可以让你见这个人，他坐在床上，你过去看一下，25岁到30岁，身体检查全部是健康的。所以说那些林飞扬他们那些都是被活摘器官了，而且包括后来武汉有几百名，到现在已经有几百名大学生失踪。所以我跟你讲太多了，包括中国的小孩啊失踪那么多，现在全是活摘器官。他先让你一个健康的人他先让这个王立军发明的那个技术，先让你脑死以后你血液都还循环的新鲜的器官摘出来，然后中国的第3代身份证都录入了就是人的 DNA， 就是说那都成了他的这个赚钱产业的这个活人库。你说中国人是猪啊狗啊，可以任意的宰杀吗？所以说国际人媒现在报道的是韩国有一个被他们活摘器官了，可是我们都是人类啊，这是对人类的侮辱啊。所以说我跟你讲哈，还有他对法轮功的迫害，反正我就不说这么多了。你说这样的罪恶，你还要为他牺牲奉献生命奋斗一生，那么上天他在清理人，这个离人的道德底线差得太远。所以说就说你必须要退出来。如果你是党员，你就当那个党费给他就被他抢了，但是你心灵上一定要划分，我不为他献命。我不为他，你不觉得很奇怪吗？这是我们民族最大的悲哀。小孩子懂啥呀？天真无邪，也要随时为共产主义牺牲奉献生命奋斗一生，做他的接班人。那我就想告诉你，就是我就给你一个化名吧，锦绣。好，锦绣呢，你就是退出来，我退出党团队，好，就这样就可以。然后人遇到危难的时候，遇到人力不可为的这个灾难的时候，您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好吗？祝福你啊，小伙子。不。
中共残酷的活摘人民器官，滥杀无辜，基本的人权道德都丧失了。天灭中共这句话也实实在在反映到现今中国现况，各种天灾人祸不断涌出。如果您是一个有信仰且相信神佛存在的人，就会了解善恶有报的道理，也会相信除了人类这层空间外，还有更高层的生命是与我们相通的。很多时候，人只相信自己看到、听到的，未经科学证实或是自己没接触到的，就会说成是迷信。就有一位国外科学家用摄影术证实了人用肉眼看不见的惊人发现。小伙子，我再跟你讲一个事情啊，你一定很感兴趣。也可能因为不一定你中国有，就是说有一个叫好像也有，我在那个今日头条上有这样的文章，就是叫有一个克里安摄影术，你知道吗？它可以拍，就是说仅次于我们这个空间的这个照片能拍出来啊。为什么这个就是比如说他拍一片树叶啊，你拍它那个树叶是呈现的一个发光的那个样子，然后你把这个树叶剪掉一半，你再拍这个半片叶子，它拍出来的还是一整片。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个空间的身体残缺了，但是你在另外空间的身体并没有残缺。所以很多你看中国就是我们的有那个不幸就意外事故截肢的人哈，然后他就虽然你这个东西没有了，这个肢体没有了，但是你时常会觉得这个肢体痛啊痒啊，就是人类无法解释。其实很简单，我们人就是说，我们学化学就是说，我们人的肉体是细胞组成，细胞由分子组成，分子由原子组成，原子由原子和电子组成，然后电子由质子，然后那个夸克中微子，人类所能观测的最微小的就是中微子，但实际上我们只能观测一个点，而不能进入那个空间那个面，比如说是完全是由这个原子构成的面，这个原子核构成的面，是不是？就好像你比如说这个人体身上有多少原子核？你再去看看那个核导弹有多少个原子核？你说你人间那把火能把一个人体的原子核都烧没了吗？如果能烧没的话，那就是个核爆炸，释放的能量可以摧毁一座城市。好，所以说呢，我就告诉你这个道理。为什么？你看他用克里安去拍的时候，这个人死了，这边死了，但是他另外空间就他的那个721个穴位哈，闪闪发光。哦，对，这个一个重点我没有讲。就是它能拍到人体的穴位，西医解剖我们肉眼是看不到穴位经络的，但是他用这个拍的时候把他们吓坏了。他为什么中国的老祖宗知道呢？一模一样，就跟那个中医的那个皇帝传下来的那个一模一样的721个穴位啊。所以说其实很简单呢，医道同源嘛，都是修炼的人。那李时珍的著作当中不是写了吗？他都看到那个运行的，他打坐天目能看到啊。那皇帝给我们留下的就是《黄帝内经》，皇帝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史记上的记载，皇帝是在众目睽睽下白日飞升的，飞到天上去的。所以皇帝的坟墓里没有人体，他只有衣冠。就叫衣冠冢，只有他的衣服和帽子，是不是？所以就衣冠冢。你想想看，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是多么的博大精深，对不对？好，所以说你这个人，你真的是你人去世了以后，只不过你这个身体、这个空间、你生命的载体，这个身体，它没有了，你就离开了这个人世，展开你下一段的生命旅程，对不对？那么根据你的行善或作恶，决定你去天堂还是下地狱。地狱是非常可怕的，真的就如宗教所记述的那样。好，所以说呢，这个时候我们不要诽谤佛法，而且在这个关键的时候，你要求得神佛的护佑，是不是？而且千万不要被魔鬼拉走了，要为他牺牲奉献生命，那到时候真的是誓言兑现，瘟疫上身，好吗？我不知道你啊，祝福你啊，小伙子。我那个，请讲，有什么问题可以问？那个，您现在在哪儿人？我现在人在韩国。俗话说，3尺头上有神灵，你所做的一言一行，神都看在眼里。当一个心地善良的好人，在虔诚的祈祷时，也会得到神灵的护佑和帮助。三退义工说到这里，感受到年轻大学生的心被触动，于是他换了思路，语重心长地告诉年轻人：
武汉肺炎人人惊恐，只有法轮功这个群体，他们一点都不惊恐，而是在抓紧时间救人，告诉人们抗疫的良方。他也再次跟大学生说明他打这通电话的意义，希望他能更加珍惜人生，明白真相后退出中共恶党的束缚，不要成为他们的替罪羔羊。但实际上这种电话很多国内的大法弟子也在打，国内的大法弟子他是冒着生命在打。我跟你说，武汉肺炎人人惊恐，只有法轮功这个群体他一点都不惊恐，而是在抓紧时间救人。而且我们打电话经常，而且国内的大法弟子那是冒着生命危险的。好，那国外的呢，你有去跟中国人讲，他不理解，很多人就是素质比较差，他就骂你啊，有的甚至过来打你。但是法轮功学员没有任何怨恨，你知道吗？这是什么？因为在他们修炼的智慧看来，就炎黄的子孙是高贵生命，他来历非凡，明白吗？就是说，只不过他就是你，不管你再举报他，他坐牢了，他都不恨你，他就希望你这个生命在没有这个大劫难结束的这一天，你能明白，你不至于毁灭。那个其实也是你久远的夙愿，只是你并不知道。所以人忙忙碌碌，他没有思考这个生命的终极问题。人你是从哪里来的？你要往何处去？他没有思考。好，所以说那没有关系，你只要就是神在网开一面，你做到这一点就好。就像刘伯仁说的，贫富若不回心转啊，看看死期在眼前。那我们反过来去理解一个天机，死期快到了，但是我回心转还是有那个希望的，是不是啊？所以说我就打这个电话。今天你看我们打电话，我们自己花钱，钱是小事，时间很宝贵啊。有这个时间我去谈生意做生意嘛，好，我去学一门技术提升我自己嘛，对不对？但是什么都没有炎黄子孙的生命更加可贵。所以说我们就是带着这样的一个信念在打。无论是你们骂我们说有的那是骂得非常的厉害，但是我们一点怨恨都没有。我们可能过段时间再给他打，就是希望他明白，就是希望他能够走过这个劫难。将来呢，你能见证这个伟大的历史的巨变，同时你也会更加的明白生命的意义是什么。真的，你会非常深刻的跟现在完全不一样的看法，好吗？祝福你啊，小伙子。那个锦绣啊，希望你有锦绣的前程。我们命谁也不限，退出党团队，做善良的好人，有美好的未来，好吗？好啊，好啊，好的，您太聪明，太有智慧了。团员哈，是不是？应该是没有入党，对不对？我是一名党员，谢谢。是名党员，好，那说明一定要退党。好的，您然后人遇到危难的时候，遇到人力不可为的这个灾难的时候，您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祝福你啊，小伙子。三退一功从始至终都是抱着一颗救人的心。当年轻大学生在了解中共的罪行后，与中共邪党划清界限的那一刻，真是打从心底为他感到高兴。三退一功也为他取了一个激励人心的化名，并祝愿他能有个锦绣的前程。这则看似困难重重而又让人欣喜的现代版顽石点头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谢谢您的收看，以后也会分享更多的电话讲真相故事给您。我们下次再见。